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该怎么买标普500指数 ETF。那标普500指数到底有什么魅力呢？就连巴菲特都表示，在他往生之后，他要将自己的遗产的 90% 都投资在标普500指数的基金上面。那标普500指数到底是什么指数？为什么它这么的著名呢？标普500指数它主要是投资美国的大型股，它的筛选条件呢主要有5大特色。那第一大特色就是它仅纳入美国注册的公司，所以呢标普500指数当中呢它的成分股就是只能是美国公司。第二个条件就是呢它大概要涵盖约500档成分股，因为它是标普500嘛，就是纳入美国500家最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呢不会刚好是500家，可能会500多一点点或是少一点点。然后它是采用自由流通市值的方式去进行加权，所以这些公司它们的市值越大，也就代表说这家公司它影响力是越大，那它就会纳入这档指数的比例呢就会越高哦。现在纳入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它们的市值最低都已经超过200亿美元咯。那台湾目前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呢只有10家哦。再来就是成交量的筛选，它要求呢每月平均成交量需要超过25万股，所以呢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呢，它们的交易量一定是非常的大。那最后一个就是最近4季的盈余必须要是正值，这代表着公司的财务稳定。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标普500指数它的一个筛选条件其实是非常的苛刻的，不是一般公司可以加入的。那目前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它占据美国整体股市市值大概是 80% 到 90% 之间，所以呢如果你投资标普500指数，你基本上就是等于是投资美国整体经济哦。那标普500指数到底要怎么买呢？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3档 ETF， 这3档 ETF 一定会有适合你的 ETF。那这3档 ETF 分别是台湾的00646元大标普500 ETF， 以及美国的 SPY， 还有爱尔兰的 ETF CSPX。 那为什么是这3档 ETF 呢？因为第一档 ETF 元大标普500基金呢，它是我们台湾注册的一档 ETF， 所以呢你在台湾的证券交易所就可以买到，是最方便投资标普500指数的 ETF。 那第二档 ETF 是 SPY， 那 SPY 这档 ETF 呢，它是目前全球前3大规模的 ETF， 也是全球交易量最多的一档 ETF。 那它成立在1993年，也是美国第一档指数型的 ETF 哦。那 CSPX 这档 ETF 它的注册地则是在爱尔兰，那它的交易所呢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这档 ETF 会提到，主要是因为这档 ETF 它可以非常的节税。那00646呢，它的上市日期是在2015年， SPY 它的上市日期则是在1993年，那 CSPX 则是在2010年。那00646这档 ETF 它在台湾的基金规模是来到了300多亿台币，相当于是10亿美金。那 SPY 呢，它现在的规模是来到了6080亿美金，是非常的大。那再来是 CSPX， 它则是来到了1074亿美金。虽然 CSPX 相对于 SPY 它好像规模小了非常的多，但是这一档 ETF 呢也是全球规模前20大的 ETF 哦。那股价方面00646现在是59块台币，那 SPY 的话呢则是567块美金，那 CSPX 的话呢是603块美金。那殖利率的多寡，00646它的殖利率是没有配息的，在过去这几年都没有配息。但是呢它的基金的规则是没有说它是不会配息的，只是它最近这几年是配不出股息。那 SPY 的话呢，它的殖利率是 1.25%， 那 CSPX 的话呢，它则是累积型的，就是它所有的配息呢都会加入它基金的净值当中，所以呢它是不会配息的。那00646跟 CSPX 它们的配息逻辑是不一样的哦。00646它是在规则当中没有写它不配，但是它配不出来。那 CSPX 呢，它则是规则当中就明确的写出了它是不会配息的。那讲到殖利率的话，就要讲到这3档 ETF 它们最大的差别，那就是它们的股息税跟资本利得税到底是怎么进行课税的。首先的话，我们看资本利得税，它是最简单的。00646呢，它是属于我们台湾的境内基金。那我们台湾的境内基金，它所有的资本利得是完全不课税的，所以呢，这边是不课税。那 SPY 的话呢，也是不课税。美国政府对海外投资人去投资美国的证券是不会进行课税的。
虽然我们台湾投资人投资 SPY 是不会被课资本利得税，但是你这些获益呢，还是要纳入台湾的海外所得哦。那台湾人的海外所得会并入基本所得额当中，那基本所得额每年有750万的免税额哦。那 CSP 它也是不会课征资本利得税，但是呢，它也是一样会列入海外所得当中。接下来则是股息预扣税。那00646的话呢，它的股息预扣税应该可以说是0%，只不过呢，我们拿到这些股息的话，我们台湾人拿到这些股息会列入我们台湾人的个人税当中。那 SPY 它的股息则会被扣征30%的股息税，而且这些股息也是要被列入海外所得哦。那 CSP 呢，它的股息税就是只有15%，同样也是要被并入海外所得。那这边你可能会有疑问，难道00646他投资美国的股票就完全不会被课征美国的股息税吗？你觉得会不会被课征美国的股息税呢？答案是会哦，它不可能不被课税哦。那我这边呢跟大家详细的介绍，首先我们这些股息税呢主要会被分3层次去进行课税哦。第一层次的话呢就是证券所在国会进行课税，再来的话呢则是基金所在国，那最后一层的话呢则是投资人所在国会进行课税。那我们就依序来看哦。首先00646这档 ETF 是我们台湾的投信，他去美国去买这些公司的股票，然后呢在我们台湾包装成一个基金卖给我们投资人嘛。那这个证券所在国就是美国，那我们美国跟台湾是没有租税协定的，所以这证券所在国呢它就会扣征30%的税，所以在证券所在国的地方00646其实就已经被课了30%的股息税。讲白一点就是00646这档 ETF 虽然在我们台湾发行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配股息税的，但是呢它还是有被课税，只是这些股息呢我们连看都没有看到。那第二层则是基金所在国，那00646的基金所在国就是台湾，那台湾的话呢对我们的境内基金是不会进行预扣税的，所以这边的话呢是0%。那第三层次则是投资人所在国，那我们台湾人的所在国就是在台湾，那我们境内基金所配发出来的股息就是会并入综合所得税，或者是说呢你要进行分离课税哦。那 SPY 的话呢 SPY 的证券所在国是在美国，那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基金它是不会进行预扣税的，所以这边是0%。那 SPY 的基金所在国是在哪里？是在美国。那美国政府呢对海外投资人去投资美国的基金的话呢是会预扣30%的股息税，所以这边的话呢则是30%。那第三层的投资人所在国，那我们台湾人投资 SPY， 那我们的投资人所在国就是在台湾，然后呢我们这些股息呢就会纳入我们的基本所得额当中，那基本所得额每年有750万的免税额，那如果超过的话，那它的基本所得税就是 20%。 但是你不用担心，如果你超过750万你开始被课基本所得税，你就一定要缴到税不一定因为它会跟我们的综合所得税去取最高的，所以如果你综合所得税就是我们台湾的国内所得，你已经缴了非常多的税的话呢，那你的基本所得税应该就缴不到咯。好，再来是 CSP， 那 CSP 它的证券所在国是在美国因为它也是一样嘛，就是买美国的公司嘛，因为美国跟爱尔兰它是有租税协定的，所以呢它相对于我们台湾的00646来讲CSP 这档 ETF 它的股息税就只有 15%。 那 CSP 它的基金所在国是爱尔兰，那爱尔兰对海外投资人是不会课征股息税的，所以这边的话呢则是0%。那同样投资人所在国就是在台湾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它跟 SPY 是一样的。那我们来进行整体的比较，你可以发现到这3档 ETF CSP 它是最节税的因为它的股息税只有 15%， 而且呢它是纳入海外所得，所以呢它的免税额是非常的高。那再来则是 SPY 的话呢它的股息税是 30%， 然后呢同样也是纳入海外所得。那00646的话呢它也是会被课 30% 的股息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年度费用率方面。那年度费用率方面00646它的年度费用率是 0.36%， 是2024年的。那 SPY 的话呢则是 0.095%， 那 CSP 则是 0.07%。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如果你想要低成本的进行投资的话，那 CSP 它的成本是最低的，然后呢再来是 SPY， 最后则是00646。那这边的话呢我还没有算入如果你要买这些 ETF 你应该要付的手续费或者是交易税好，那最后一个则是过去5年的年均报酬率。那你可以发现到00646它过去5年的年均报酬率是 21.1%， 是这3档 ETF 当中呢过去5年的年均报酬率最优异的一档 ETF。
那00646它过去5年的年均报酬率这么高，难道这档 ETF 真的这么的优异吗？它明明一样会被课征 30% 的股息税，而且呢，它的内扣费用还比其他2档 ETF 还要高。为什么它过去5年的绩效这么的优异？我们直接看它过去这几年，它每一年的绩效，你就可以看出端倪。好，这张表格的话呢，是从2016年到2024年每一年，好，这3档 ETF 它们的绩效，你可以发现到00646它只有在2018年跟2024年它绩效是胜利的，其他的年份它的绩效都是这3档 ETF 当中垫底的存在。那这样为什么00646它过去5年绩效却是最好的呢？那主要是在2024年00646它的绩效是来到了 32.4%， 那其他2档 ETF 只有 25% 左右。那这边 Kevin 觉得可能是因为台币贬值，所以呢导致00646它所持有的这些美元资产它的绩效反而变得比较好。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原因之一。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导致00646它在2024年的绩效这么的优异？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让大家一起讨论哦。那00646、SPY 跟 CSP 这3档 ETF 到底适合谁？首先第一个，如果你的资产非常的大，你想要进行节税的话，那当然是选择 CSP， 因为它是最省税的。第二个，如果你是想要频繁的去进行交易，像是你想要做波段价差的话呢，那你应该要去选择的是 SPY， 因为 SPY 它是全球交易量最多的一档 ETF。那最后的话呢，则是00646。00646适合谁呢？适合说，如果你是小资主，你只想要在台湾投资，你想要非常方便的进行投资的话呢，你可以去选择00646哦。好，那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好，那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字体留言栏当中。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已经COVID-19 的那个崩盘已经结束了，就是过5年，就是那个2020年嘛，因为我们2025年3月份开始计算。